我在日本神户的乡下小镇定居了4年多。我知道很多网友在看了我的视频之后，大概率都会产生一个想法，就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在日本有没有可能买到捡漏的房子？能捡多大的漏算捡漏？那么我一向也不喜欢空口白牙的去解说，大家就跟着我一起去看，然后让你自己去判断。今天我会以当时我才来日本的亲身经历来讲给你听。我相信你在看完了之后，你大概就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了。好，大家先来看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车站，旁边有一个很小的站牌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是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地方？我当时才来日本的时候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明显是捡漏的房子，但是我当时没有敢买。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我当时才来日本，我对日本这种乡下小镇的运作方式呢，我不了解。而且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是在这个地方下的车。你们看看这个感觉给人是不是很荒凉？来，往左边看，你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远处的大山？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，你在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已经劝退了8、9成了。但是实际上这个社区它非常的方便，它旁边就有便利店，它也有大超市，有购物中心。它坐公交到市中心，它只要半小时。开车的话会更快，你在日本买个车也不贵，你买个车其实很方便的。日本像这样的乡下社区，它规划的非常的好，它一定有很方便的交通系统到市中心。但是我当时不懂嘛，我一看旁边的山我就被唬住了，我就以为我住在一个小山沟里面，那这不行啊。所以也是这种惯性的思维让我当时错失了良机。我这个人很挑剔，我当时来来回回看房子看了2个月了，还没有挑到自己满意的房子。我把中介的那个哥们折腾得够呛，所以我当时在网上找到这里一个很便宜的房子，外形我也很喜欢的时候，我就不好意思叫他带我来看。我当时就给他说，我说我自己先过去看一看，如果我满意的话呢，那么再来说这个房子。结果我就是在视频开头的那个地方呢，我下了车。我就以为这个地方很不方便，虽然那个房子它很便宜，但是我当时就犹豫了。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当时看上的是哪个房子。那个时候也就是4年前，这边的房价普遍在2400万到2500万左右，我说的是日元。我当时看上的那个房子呢，它只卖1980万，就比普通的房子都要便宜。它应该是一个遗产房，因为当时的资料上面写着按现状交付，家具不搬，电器不搬，衣服杂物不处理。我知道可能有人会想说，那这不是赚了吗？家具电器都给你了。其实实际并不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因为有些家具电器你其实并不合心意，你想换新的，旧的丢掉是很费钱的。要拉到二手市场去卖的话呢，其实也卖不上价格来，你还要雇一个车。所以像这样一类遗产房的话，它确实有时候是要卖的便宜一点的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当时看上的就是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非常符合我的心意，它的窗户大，然后旁边又是停车位，很好看的一个房子。然后你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也是当时正在卖的一个房子，我记得当时它卖2400还是卖2500，它还贵不少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房子似乎比刚才那个要小一点。前面的这个白色的也是，我记得这个白色当时也是在卖的，价格我记得也是2500。我对这几个房子的印象非常的深刻，因为这几个房子的外形我都很喜欢，所以我当时看上的那个房子，它实际上真的是一个捡漏的房子，因为它比别的要便宜很多。那我为什么没有买呢？其实就是有2个原因，一个就是这个位置，我当时不懂，我以为这个地方太偏僻了，不方便。第2个原因就是我对遗产房呢有一点膈应，但这个其实还是我不懂，因为遗产房它并不是说老人在屋子里面去世了，如果老人是在屋子里面去世的话，那么这个房子它是要有一个标注的。至于这个地方它方不方便呢？那么你们可以自己看。这是从社区刚刚出来，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公交站，这就是这个公交站坐车到市中心的时间。而它旁边就有一个便利店，就平时买点什么小零食、小饮料啊，这完全是够用的。好，那么我先带大家去这个便利店买一杯咖啡，休息一会。我知道光看外形呢，大家肯定是不满意的，所以我今天约了一个房子呢，我们等会可以去里面看一看。当然，我也并不是想做地产频道，虽然这个是我的本职工作，不过现在快沦为副业了。只是说房子确实是生活息息相关、离不开的。我在讲到某一个话题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。现在日本大部分的便利店都取消座位了，但是一些乡下的小便利店它还会保留。像这个小便利店，它也是有喝咖啡的一个位置的。
哦，对，这也是我当时不选这里的一个原因，因为这附近它没有好的咖啡店。这其实主要也是我当时对这里不熟悉，因为它这里附近是有一个大型的综合超市的，而且在那附近就有很多的好的咖啡店。我要去的话也很快，买一个自行车的话一下子骑过去了。日本有那种电动辅助的自行车，就是你踩的话它是很省力的那种。好，那么喝一杯咖啡之后呢，我们就继续出发。你看这个公交来了呢，这个就是这里的公交。这个车到三宫非常的快，因为它这里有一条直达三宫的山路。日本乡下普遍都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就是它的路都很方便。现在是日本时间1点57分，日本小学放学了，我就觉得他们没什么压力。你看这小孩子在路边玩，这个看不到人脸也无所谓。こんにちは。听到了吧？日本的小孩，他认不认识你？他来一个こんにちは，很懂礼貌的。这边的一排房子就是这个社区的一条小小的商业街，就是里面理发店餐厅全都有，而且这一条街的店铺它甚至有一个中餐厅。你看，就是这一家，这是一个中餐厅，但是因为今天是星期一，它没有开门，这也是我非常讨厌星期一的一个原因。倒不是说我星期一要去上班，因为星期一神户有很多店铺它都关门休息，包括一些咖啡店也是，然后我想喝的话就没有地方去。好，那么关于外国人在日本买房能不能够捡到漏，我相信我从视频开头到现在，大家应该已经了解了。你真的想买，肯定能够买得到，但是影响你判断的呢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。就比如说我当时刚刚来，我不会说日语，甚至连路都分不清楚，我肯定是不敢贸然的去下决定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聊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能够捡到多大的漏。举个例子，这个房子市值3000万，屋主卖2000万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如果中介这么说的话，你就直接把他拉黑，是吧？你买乡下的便宜房子，你捡的漏不会有那么大。你买上亿的豪宅，日本人一般会找一个评估师给房子的房价做一个评估。不过当然你还可以还价，就是你买乡下的便宜房子，比如2000万的，你还个100万或者150万，有时候屋主是会同意的。是的，就是你听着没错啊，就是你在日本买房子是可以还价的。而我们作为外国人，我们还价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不能够贷款。外国人刚刚到日本的时候，你是贷不了款买房的。而有时候呢，有些日本人卖房呢，他们又比较急，他就想快速的拿到这笔钱。我在我以前的视频里面我说过了，日本买房的贷款利率是非常的低的，所以正常日本人买房他就一定会贷款。但是这个审核的时间非常的长，就是有预审，预审完了还要正式审，正式审完了还要走流程，一般来说1-2个月都是正常。而且有时候审了1个月还不一定批，所以有时候一些日本的房东他们的心态就这么搞崩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走过去，你跟他说这个房子便宜200万，我全款现金，你说他卖不卖给你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么还价成功的。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香港的客人就买一个3000万的房子，他想还价到2600万，就是还400万。其实当时以我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价是还的有点高了，我觉得他不可能买成功，我就跟他说，但是呢，他并不是很相信我们。结果果然对方的那个房东一听就是哪有这么讲价的，是吧？不卖。而且当时对方是有点生气了，就是哪怕你现在原价想买，我也不卖给你。然后那个香港的客人又兜兜转转的看了1个月的房子，结果1个多月之后，我们发现那个房子又一次挂出来卖了，我们就想说是不是那个有人申请贷款然后失败了，我们就又帮他找过去，就说您这个房子还卖吗？然后对方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们这个房子还想买的话，我最多便宜200万，不行就算了，而且你们要保证是全款现金，所以他其实也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嘛。好，然后我要带大家去看的那个房子呢，就在这里。对方公司的那个樱花妹已经来了，在这里等我。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。日本买房子就都是这样，就是对方委托一个公司卖，然后呢，你委托我来给你买。我们现在要看的那个房子就在前面，那个樱花妹已经等了好半天了，我估计她都烦死我了，怎么还没有来？就是这个房子，她在那等了。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钥匙突然开不了门了，然后他在问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总算进来了，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吧。这是玄关的一个位置，这个布局有点像大雄家的房子，就一进户，然后是一个楼梯，然后旁边它有一个榻榻米。这个其实是一个茶室，但是也有日本人把它作为一个会客室。
这个能看到小院子的这个位置呢，是一个客厅，然后前面是餐厅。我们走到餐厅去看一看。这个厨房的模式是日本常有的，就是做饭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餐厅。那个樱花妹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厨房。厨房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模式，会带一个洗碗机。然后这个门打开呢是后门，也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后面打开的门，是这样的。厨房转过来，这里有一个储物间。这里是哈利波特的房间。这里是卫生间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浴室。那么我们现在上楼给大家看一看。日本的一户建大部分的采光都是非常的好的，他们非常注重采光。这里有个小阳台，也是晾衣服的位置。然后2楼还有一个卫生间。这一间是次卧。2楼其实是4个卧室，但是都大同小异，就不用看了。好啦，房子就参观完毕。这个在日本说话就一定要小心了。就刚才那个樱花妹她说话的时候呢，她就有几句我没有听懂，她就拿那个翻译器来给我翻译了。然后她那个翻译器她就一直没有关。然后我和同事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就说有一个樱花妹已经在这等了。结果这一句话呢就被那个翻译器翻译过去给她听了。然后他就问我，樱花妹说的是我吗？然后我就很尴尬，我就说樱花妹是我们对日本可爱女生的一种称呼。好，那么我再带大家去这个地方的购物中心去看一看，顺便在那里吃一个饭。一直说购物中心大家没有一个概念，我们就去看一看，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购物中心。还要去喝一杯咖啡，走来走去也好渴了。你们看这边还有一个公交车站。所以这个社区它是很方便的，它到处都是公交站。这是日本乡下普遍的一个现状，就是如果这个社区它比较小，那么它可能只有一个车站；如果这个社区比较大的话呢，他们连着这个社区的一条街就会分好几个不同的车站。而且一般像这种社区，它零零散散是有一些停车位的，就是比如你住这里，然后你家的停车位呢正好只有一个，然后呢有朋友来找你玩，他就可以停在那些停车位上面。当然，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停车位，就停你家门口停一会也没有什么。日本人也经常这么干，也不算个什么事，因为这边的路也很宽嘛。我现在就走到这个社区的尾巴了，也没有走多久，就一条直路，不过也就是10分钟。如果是骑自行车的话，那肯定就更快了。过了这个桥洞之后，这一片就是外面的商圈了。商圈和这个社区隔着一条马路，就是从这个天桥过去。那边是卖电器的，就那个蓝色的，然后这边就是超市。这个超市很大，它算是一个大的购物中心，里面不光是卖菜的，它也卖衣服啊，卖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品。这就是日本乡下社区规划聪明的一个地方。你想要和朋友去逛街，想要去热闹的地方玩，坐半个小时的车去市中心。但是你如果日常想买个菜什么的啊，它也有位置，而且很近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进去吧，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。它不是特别的大，但是它也足够这个社区的人使用了。我刚刚一进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卖衣服的位置，全部都是什么衣服、鞋子之类的。然后往里面走，这里分好几层，这里面还有医院，就是小诊所，可以看个病。甚至这里还有一个宠物医院，做宠物美容的，它这都有。
因为今天是星期一，所以这里大部分的咖啡店它都是休息的。但是这里有一家我知道它是不休息的，就是前面写着酱的那一家，它一般是不休息的，它是卖豆子。Ice coffee。歇会儿，喝一杯咖啡。我能喝到一股炭火煎的那个味道。这家店因为是卖豆子，所以他们家的豆子的品质非常的好，但他们做咖啡的手法就有点粗糙。他们家是直接用咖啡机做的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店，这个他们主要是卖咖啡豆的，他们大部分的柜台都是展示咖啡豆的一个柜台。而真正喝咖啡的位置呢，它就只有这2个。这是他们家卖的咖啡，有各种各样的浓缩咖啡，还有咖啡豆。他们这个咖啡豆的包装也非常的简约，但是品质是真的不错，我就买个这个吧。这一袋100克是870，它200克起售。你买了之后，它这上面还贴了一个酱。这家店是一个连锁店，在市区里面有，就是如果想买豆子的话，这家是不错的。这个店员的头发非常有意思，他绑着一个这个辫子，而且还吊着一个装饰。但我没有偷拍啊，我经过同意的。这里是这边的一个大超市，这个超市要比市区里面便宜得多。它的肉制品食材的价格打完折之后，跟业务超市差不多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超市很大。这就是乡下小地方的一个购物环节，就是简单的买点东西的话，这边也是够用的。这边也有这种精肉的柜台，就是卖上等的牛肉的。这家是一个吃乌冬面的店，我现在不想吃乌冬面，我去前面这家买便当吃，买了一份他家的这个便当，他给了我一个号牌，因为他这个是现做的。然后这个购物中心有一个专门吃东西的地方，就拿着这个便当过去吃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就是你吃什么都可以在这吃，你在超市里面买了寿司、买了熟食也可以拿来这里。然后这个是我的便当，一份小牛肉饭，配上炸虾还有可乐饼。没注意看是多少钱，好像是税后750，价格还是很划算的。如果是上班族在这里下了车之后买个便当带回去吃，晚上就不用做饭了。其实说日本人不吃饭这个话是不准确的，日本的这种套餐它的分量确实是不大。但是日本人很喜欢吃甜品，就是经常在甜品店里面就可以看到老人家在里面吃甜品。吃完了，在这个超市里面买一瓶水，就拿这个吧。这个地方也不光是这一家购物中心，它旁边还有其他的店，甚至这里还有卖摩托的地方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社区怎么样呢？好的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看呢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如果你还有其他什么想看的呢，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。谢谢你的支持。